黑我啊！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高起来了啊！我问你。 现在不是上班的时间吗？怎么有空约我出来啊？有件事，我觉得我必须要告诉你。你上次那个参赛作品《尘世之爱》，被周迪拿去拍卖了，卖了好多钱。那挺好的，说明我设计的《尘世之爱》，大家都很喜欢。你高兴什么呀？你的作品能卖这个价钱很正常，关键是周迪把你的署名给抹去了。什么？我设计《尘世之爱》的过程大家都看得到啊，他怎么能这样？作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是没错，但署名权从来都是归设计师的呀。是，保留署名是咱们这个行业的基本道理，我也帮你争取了。但是，周迪咬定你是被开除的，所以很抱歉我没有能够帮到你。周迪会做出这种事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自从我向公司人事举报他骚扰女下属的事之后，他就处处针对我。思成，你已经很帮我了，要不是你，我根本都不知道这件事。还有上一次比赛，要不是你帮我找到歌血红，我根本连决赛作品都完不成呢。我帮你找到歌血红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不是你吗？上次比赛的时候，我确实是找到了几颗红宝石，但是我赶到的时候，你已经在镶嵌了。那给我歌血红的人，难道是？怎么在等宝石啊？我的主食被人放鸽子了，现在只能等待奇迹发生。你要什么样的红宝石？我帮你找。恐怕帮不了，我需要的是歌血红，因为设计的原因需要特定的台面大小。即便你有，你愿意给我吗？难道是他？于直，你还认识我呀？不是把我拉黑了吗？高姐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做事挺绝的呀。当时我只是不想再关注。那你不想再关注就别关注了。怎么，是怕忍不住关注才拉黑的吧？我没有。好，那就当我想多了。说把你的绝情理解为……好了，你有什么事说？我是想问，我比赛用的歌血红，是你找来的吗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你不是不想知道我的感受吗？我过来是想跟你道歉，同时谢谢你。怎么谢我呀？以身相许吗？于直，我既不需要你的道歉，也不需要你的感谢。既然你不打算以身相许，那你今天来干什么？还给我歌血红。我还不了。我本来没想这茬，不过你倒提醒我了，不要随便做善事。这些东西哪有不还的道理啊？啊，高小姐，你跟我也太不见外了吧？对不起，我的设计作品《尘世之爱》已经被卖给海外收藏家了。算盘打得不错呀，拿我的歌血红去做生意啊？我不是，我是被凡斯开除了。《尘世之爱》
已经属于凡斯，我没有决定权，甚至连署名权都没有了。你是说，我的歌雪红自打被你做成首饰之后，归凡斯所有，还被卖给海外收藏家，然后跟你半路就关系都没有？嗯。然后你还被凡斯扫地出门了？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？你要干什么？冤有头债有主，讨债去。在哪儿啊？她不是高姐。周总，你好啊！你不是东南亚那个高姐？你怎么带她来这里？我是瑞华镶嵌事业部的副总经理于直。哦，我还是高洁的债主。瑞华债主。于先生，你可能不太了解情况。是这样的，高洁已经被我们公司开除了，那他的债务问题就属于他自己的个人问题。是吗？可是他欠我的是在比赛时所用的歌雪红啊。据我所知，应该在凡斯吧？高姐，你比赛时候用的红宝石是从瑞华借的？要不是你不给我宝石，用得着向瑞华借吗？我对你们提不提供比赛所用的宝石不感兴趣，我只想知道我的宝石在哪儿。我觉得高洁既然以他自己个人的名义向瑞华借了红宝石，那就跟我们凡斯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了。那现在我以个人的名义，想要把《尘世之爱》上面的歌血红拿回来还债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高姐，《尘世之爱》是你在公司任职期间完成的作品，所以它的所有权应该属于公司，听懂了吗？看来周总是准备抵赖啊。每颗红宝石都是有证书的，要不我还是联系我的律师，让他给你对接吧。几颗宝石而已嘛，还找什么律师呢？何必这么兴师动众？有这么为难吗？还是说你把宝石卖了，已经换成你的利润跟分成了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吗？听说最近凡斯好像跟一个海外收藏家交易了一批珠宝。喂，高姐，话不能乱讲了啊！原来是这样，那就好办了。看来我除了跟你们打个官司，再跟他们打个跨国官司就好了。不过我听说凡斯的海外声誉一直都不错呀。OK， 于总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尽管提条件，你满意就好。什么条件都可以吗？任何条件都可以，只要我们两家公司之间和和气气，不打官司就好。当然，也千万不要让我的客户知道。
好说，你们还我宝石这件事情是应该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这件作品上面的署名要写上设计师高洁，有关的新闻稿件上也要写上高洁。就这样。就这样，告辞，拜拜。我见过最绚烂美好的光景，是在你的眼睛里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这般的期许。于芷，谢谢你啊。我那几颗鸽血红是你一句谢谢就能抵消的吗？那你想让我怎么谢你啊？啊，我这就把你加回来，微信、电话都加回来。这就完了？不然你想让我怎么样啊？不如以身相许怎么样？反正我会补偿你的。好了，既然我是你的债主，那我就有权要求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不准去想那些工作啊、比赛之类的琐碎的事情 ，OK 吗？我想看到的是在东南亚那边不顾一切的招嫂，而不是现在垂头丧气的高洁。我的天哪！你最近怎么发生这么多事儿，而且都这么……虽然我这么说不好吧，但作为一名吃瓜群众，我现在听的都只想打饱嗝。不行不行，我得喝口水缓缓。这几天我简直就像坐过山车一样。换谁都得这样，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，谁能受了？从小以为死去爸爸突然出现，还成了对手的爹。生活远远要比小说精彩啊！是啊，有时候这世界怎么这么小？表姨、高慧、吴小慈，还有于芷，唉，一团乱啊！哎，你最近跟于芷关系到底怎么样了？还在闹别扭吗？问题现在已经不是闹别扭那么简单了。她是我表姨的继子。继子啊！表姨和他之间势同水火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你这个人啊，就是想太多了。你表姨是你表姨，你是你，他们之间的恩怨是他们的，你和于芷之间的感情是你们两个人的。如果你非要把这些都缠在一起，我比饺子才怪呢。可是，我怎么能不顾及我表姨呢？感情是你自己的，没有人可以影响你内心的判断。喜欢就是喜欢，喜欢就要跨过一切艰难险阻在一起。你要是还想不明白啊，就回去多看我写的小说，里面的女主角可比你清醒多了。你说的倒容易。薪资方面我没有特别的要求，唯一坚持的是希望可以独立做设计，而不是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。我的职业规划是个独立设计师。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到了，可以说专业非常优秀。我认为你非常符合我们公司的需求。谢谢。你可以考虑尽早来我们公司上班吗？可以啊，我明天就可以上班。
知道了，你去吧。对不起啊，高姐，刚刚收到消息，我们这个职位不招了。不招了？为什么？这个是公司上层的意思，真的很抱歉。怎么会这样？我面试了好多家，前面都是谈得好好的，可是到最后环节都跟现在一样。您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对不起，我真的帮不到你。请吧。没问题，你放心吧。是我小子。以后有机会合作。好的，一定会的。高姐，好巧啊！你早就知道我是潘越的女儿，所以背后都是你在操纵，对吗？你不提醒我，我倒忘了。潘越的女儿，这个世界可真小。你明明当面答应我替我澄清，结果却在访问的时候黑我。现在面试通不过，都是因为你跟人家说了什么，是不是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面试通不过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像你这种比赛赢不了就对评委动手动脚的人，哪家公司会用你呀？比赛那天发生了什么，你比我更清楚。我的蜡板平白无故的碎掉，是谁做了手脚？难道你都不知道吗？我看你是想拿冠军想疯了，你这些结论是从哪里来的？我真是想不通。高姐，请你不要把自己的悲惨失败的原因都推给别人。至于采访的事情，作为珠宝行业的前辈，我对你的行为点评几句，难道有问题吗？从前我还把你当做我的偶像，真是可笑。没想到你是那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卑鄙小人，怪不得，也只有你这种人才能做得出插足别人婚姻、破坏别人家庭的事。作为长辈，小辈说话冲一点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但是高洁，我警告你，长辈之间的事情，不是你一个小辈道听途说几句就可以篡改的。你说我破坏了你的家庭，你怎么知道你爸妈离婚不是因为你妈妈？这段3个人的感情是谁犯了错，你心里清楚。人在做天在看，总有一天你从别人那儿抢的东西都得还回去。事已至此，我就当面跟你说清楚，你不要以为你跟你妈妈哭哭啼啼的装可怜，你爸爸就会回到你的身边。你有什么如意算盘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